彪哥，别乱动，弄乱了我还得重新整理。听说你们今天抓到一个嫌疑人，人是抓到了，可惜证据链不足，不能判断他就是凶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进展吗？我们呢勘验了运尸车，经过比对发现，后备箱垫上的织物纤维与运尸带上的纤维一致。这个垫子上有一些遗留的微粒，有油漆成分。油漆啊！虽然凶手清理过垫子，但是因为油漆微粒它的粘度很高，很难被清理干净，所以足以证明运尸带曾经就出现在这个车的后备箱内。这个是彪哥查出来的。对，这些油漆曾经就来自于包裹尸体的保鲜膜上。按法医，彪哥，塑料膜上的油漆成分与死者家中的完全一致，确认无误。刑警队也找来了出租车辆，确认是凶手用来办事的车辆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兄弟。可是，这跟找到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，就能从这2袋里找出凶手的 DNA， 或者把嫌疑人的 DNA 数据拿去查验比对，如果在运尸车上发现他的 DNA， 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。罗琦有作案动机，但他却没有作案时间。尸检结果也可以确定，凶手应该是一名男性，不排除罗琦教唆沈丽杀人的可能性。2个小时之前，他们的 DNA 样本已经全部采集完毕了。即便如此，可是有这么多的毛发，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多力量大嘛，来吧。那个华华，你看我能帮点什么？你帮不上忙，出去吧。哦。沈丽，25岁，合川县人，曾在 AJ 时尚集团工作3年。罗琦是你的上司吧？前上司。你离职之后跟他还有联系吗？偶尔会出来聊个天什么的。聊什么？就叙旧呗。只是叙旧，你们之间没有其他情感关系吗？没有。那昨天晚上你和罗琦约着就是叙旧呗？昨天晚上是偶遇，偶遇不犯法吧？我那天去夜市就想找一点烟火气息的感觉，但是没有想到会碰到沈丽。她以前是我的助理，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据我们了解，是你提拔的沈丽，不能完全这么说，也有她自己的努力。那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吧。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吧，网上也有消息的。我们公司处于转型期，我急需让我们集团在新媒体面前增加曝光度。再这么下去 ，AJ 时尚集团就 game over 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玩传统媒体的那一套啊？哎，你们不是认识很多什么主编吗？去约他们吃 brunch 啊，下午茶喝起来啊！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，公众号、自媒体、微博，下周末我要看到 AJ 时尚集团上热搜，要不然你们全员滚蛋 ！Understand？ 说话啊！你们全都关静音了，哑巴了？罗总，我们集团没有热点事件，又拿不出钱，怎么搞营销啊 Chris， 你入职公司几年了？4年了。4年。你给公司完成了多少 KPI 啊？你要是做不到，你就滚蛋呐！位子让出来呀！站住！你是实习生？对。从今天开始 ，Chris， 这个月的 KPI 没有完成，我不会兜着了，就让他来坐你的位置。周末我要看到 AJ 集团上热搜 ，OK？ 散会。咖啡给我送到办公室。
实习生，有人要是再敢睡觉，名字告诉我。好。有什么资格睡觉？这女魔头都不用睡觉了吗？真是不用力。大家加油啊！一会儿我请你们喝咖啡。谢谢了。上热搜了，上热搜了！罗总，罗总，所以这个板块呢，其实我们罗总，罗总，我们上热搜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热搜第几名？第3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时尚集团就热搜这一方面完全是小 case。沈丽呢，有能力。也有想法，一路上呢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吧。但是我们这个圈子呢，就是能力越强的人，就很可能会单飞，他也不例外。我也很祝福他。他离职跳槽之后，我们很偶尔的会在一起吃个饭，聊个天什么的。他从你们公司走了，你们还会在一起吃饭聊天？我们其实就是生意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是敌人。那今天我们是利益共同体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朋友。如果改天不是了，那就是敌人。他给我提供合作机会，我也没必要恨他吧。所以你跟沈丽只是同事关系？当然。找到了。不心虚的话，看见我们为什么跑？你们那么多人，怪吓人的。我知道你们干什么的呀。对对，找到证据了。他跑不掉了。经租车店老板确认，在案发时，你用伪造的身份证租了一辆车，在这辆车里面，我们查到有你的 DNA。恰巧，这辆车也是运送张雨晨尸体的车辆，证据就在你面前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没杀人，我跟罗琦也不熟。见了棺材都不落泪。我可算是长见识，我昨晚打他都打轻了。你行吧，算我吹牛了。该提供的物证都有了，可惜都是间接证据。就像沈丽说的，尸体和电话线上都是郑浩的指纹，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的痕迹。就算我们能证明沈丽运过尸，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杀了张雨晨，以及在哪杀了张雨晨。个人看法啊，我觉得吧，就是郑浩要和罗琦离婚，激怒了罗琦，而罗琦呢，就让沈丽那个臭小子杀了张雨晨。沈丽又是因为罗琦才这么做的。哎呦我去，这关系挺乱的啊。哎，之前你们去过的那个马场查过吗？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，关于罗琦的问题也全问完了。欢欢，你师傅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师傅绝对不会说废话的，你记下来，肯定有用。哦。
让一让，给你做客房服务来了。你上次说药包管用，所以我这次就做了一个枕头，应该效果更好吧？怎么样，万事通？这回应该没有安情线了吧？虽然没有安情线，但书院正简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抗网令直，始乱更成，安秦之社稷。坐下。哎，你不会是想用鸡蛋和药酒去我的淤青吧？对啊，安然，你是个法医，你要相信科学，所以才要试一试啊。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。我有个事儿挺好奇的，你跟林涛那天去马场撩罗琦，是不是用了什么美男计啊？不是。我陪林涛去马场，遇见他是巧合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魅力四射，是他没忍住，所以你们挨打了呗？从表面上看，是这样。哦，忍着点，力道越大，效果越好。我好心提醒你啊，咱们是法医，做事儿要有分寸，什么事儿该做，什么事儿不该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已经和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遇见他是巧合。那吃了它，补补脑子，别把别人的好心不当回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那有空就带你去逛一逛，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吧。谢谢。事实证明，鸡蛋是不能治淤青的。好。那个沈丽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据说是什么专业选手，还不是一样被我生擒活捉？真的吗？9表1。我不打人啊！这啥了？如果是我，一个人就能对付沈丽，不需要任何的帮助。我现在打明，不管怎么说，都算以下犯上。别那么多废话。打谁了？去。这样吧，我让您一只手。我认输。林涛，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要学会等待救援。这次算你幸运，我不希望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出现问题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很明白。
马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个新的情况：5月23号呢，有人驶过马场的门槛，可是当晚马场不应该有人。与张雨晨的死亡日期基本吻合，您去还是我去？像这种情况呢，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啊。 哎，去趟马场，带你骑马。你疯了吗？上班呢？去吧，别忘了带个箱子啊。带箱子？喂。好，知道了。马场工作人员交代了2件事：一，正好昨天去马场找了罗琦，有录像，有证据；二。 5月23日案发当晚，马场的门卡有人使用过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马场。巧了，我们去调监控。你们去干嘛呀？骑马。 别问我，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姚警官。你放心吧，这匹马特别温顺，对人也特别友善。可是我不会骑啊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走吧。 我和你说啊，我们这次来呢就是工作的，就像上次我和林涛那样。你这腹黑狗，你心机太重了。相册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！什么相册？张雨晨的相册。昨晚9点你跑到我休息室来，待了半个小时，相册就不见了。这相册对于别人来说，别人不感兴趣。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毁掉我们仅存的美好回忆。美好回忆。 你要真的觉得是美好回忆的话，你为什么会背叛我？结婚前我们就知道彼此是什么人，我们也写下了婚前的协议，相对自由，谁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爱的人，对吗？那还有一句话呢，死也要死在一起，这句话你忘了吗？张雨晨出现之前，你有5次出轨，我1次都没有管过你。你没有跟我提过分居。 更没有跟我提过离婚。对，但这次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张雨晨死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家吗？罗琦，我简直没有办法和你沟通。我现在就问你，相册呢？那是人家的遗物，你要它干什么？那我还想问问你。 我们俩结婚10年了，10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了。我早就知道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？是我还爱着你。就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。 相册是在我这儿，但是我不会给你的，因为我把它烧了。我总觉得吧，这段监控有用，但就是说不出来用处在哪儿。这2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到关于案情的实质内容啊。你们这监控一般保存多久啊？
一般是1周。那你们每天都会查看马场的监控录像吗？3天查一次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这里3个月前丢过一次门钥匙，后来是员工在厕所里面找到了。当时出现这个事之后，我们主管就特别注重安全防护工作，把客人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柜子里。你说这万一要是丢了，我们还真担当不起。我看23号晚上有人拿门卡进入马场，就跟这丢失的门卡有关系。那23日和24日2天，监控录像有异常吗？那是2个月了，我查一下啊。好。哎，找到了。5月23号没有什么异常。等等，这监控时间是从凌晨开始的，之前的呢？哎，奇怪了，你这个硬盘是新的吗？哎，我们之前都没有换过硬盘的，这跟我们之前那不一样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客户资料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李队还有林涛他们吧。你慢一点儿。客人记录，罗琦之前都是1到2周来一次，可7月份之后却变成了1周来1到2次。可能要让彪哥和环环来一趟，今天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怀疑马场很有可能是第1命案现场。彪哥，这个绿植应该是被人为移动过，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掩这个权益。我也问过经理了，他说他当时也注意到这个绿植被移动过，但没有当回事儿。这高度和这力度，的确只有沈丽这种练过拳的人才能办得到。说说物证的具体情况。3个月前休息室的门卡曾失而复得，而找到的人就是罗琦，所以我们怀疑罗琦偷盗并复制了门卡。5月23日，罗琦把门卡给了沈丽，沈丽作案后用新的硬盘更换了拍下的视频证据，用这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销毁了视频证据。你的意思是，沈丽设法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，杀人之后把张雨晨又拉到他家里包裹尸体，并且销毁了监控视频。但是沈丽租车的 GPS 显示，他的车一直停在停车场，直到凌晨，车子直接开到张雨晨家，然后就是废弃的汽修厂。其实很有可能是沈丽杀完人后更换硬盘销毁证据，然后将尸体放在罗琦的车上运回了张雨晨家，再用自己租来的车将尸体运到了废弃汽修厂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扰我们的视线。假设我们的推断都成立的话，那么罗琦在这过程中至少帮过2次忙：一是引张雨晨来马场，2是把尸体运到张雨晨家里。瞒天过海，李代桃僵。但其实我们只要在现场或者罗琦车内找到张雨晨的 DNA， 那我们的推断就是成立的。还有沈丽的痕迹。找到了，带血的玻璃碎片，正好我们的生物提取仪也下来了。我去罗琦出差的酒店看一看，再去核实一下他不在场的证明。师傅，你是怀疑罗琦做了手脚？我只是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建议把这段监控视频放给沈丽看。沈丽谋杀素不相识的张雨晨，我认为沈丽很有可能受罗琦的情感控制，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你在马场搭讪完罗琦之后，沈丽会在夜间用武力警告你要远离罗琦。出于嫉妒？与其说嫉妒，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战利品。他为罗琦杀了人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他绝对不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情感战利品。
杀人后，沈丽并没有离开河川县，而是留下暗中联系罗琦。难道沈丽在等机会和罗琦私奔？如果说他们利用指纹来嫁祸给郑浩，那一旦成功的话，郑浩和张雨晨都会消失。我觉得还是要从沈丽这里寻找突破口。我认为这个视频可能就是突破口。罗琦曾经说过，他自始至终只爱郑浩一个人，这对沈丽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情感炸弹。Kate，林涛，嘿，把这个视频给沈丽看，要快。好的，李队。哎，审他的时候要一语中的，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再说了，学一下齐明，扮不漂亮就不要来见我了。警官，您看了我已经5分钟了，有什么想问的您问的。我现在很平静，我希望你接下来也能够保持平静。我很平静，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们还想刑讯逼供吗？我跟你们讲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是网络时代。今天我来，是给你看一个视频。我们俩结婚10年了，10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现在说这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唯一我和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吗？是我还爱着你。就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才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。我们酒店的餐车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谢谢2位。不客气。师傅，嗯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罗琦住在酒店16层，当晚他没离开过酒店，监控显示只有餐车进出过他的房间。如果他想瞒天过海逃离酒店，伪造不在场的证据，他只能在餐车上做手脚。一旦他对餐车做了手脚，就会留下指纹、毛发和其他的 DNA 证据。但是师傅，这些餐车已经被很多人用过无数次了，数据量太大了，怎么找啊？我们要把每辆餐车都标号，提取物证带回技术科，和罗琦的数据一一做比对。哦，对了，我提醒你们一下啊，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，不能有半点纰漏，否则我们得重新返工，懂吗？开始吧。好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师傅，你说他这个餐车也没法藏人啊。嬛嬛，怎么样？看完之后你还能平静吗？你为罗琦这么做，到底值不值？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们说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没看见，是没听见啊？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在利用你。不可能！行吧，等罗琦落网，我会提供你们2个人见面的机会。但你现在要告诉我真相是什么？现在就说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？谢谢。来点吗？哎。
我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怕我，但是我知道公司里很多人都怕我。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你。你很了解我吗？你一个人撑起公司，而且在现在这样环境这么不景气的时候，还能做到行业顶尖，真的挺厉害的。我跟你在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话挺少的，但没想到你还挺会聊天的，工作能力又很强，肯定很多小女生追你吧？没有，我也不喜欢小女生。为什么？很多男生都喜欢小女生啊。可能是太幼稚了吧。喜欢成熟的。你喜欢我吗？我是认真的。我其实早就认识你了，但是你不认识我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在杂志上面看过你的报道，就挺喜欢的。后来我就会特意的搜集你的照片啊、视频啊，存在电脑里面，所以我才到咱们公司来应聘。在生活里，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很少的。我就想做那种人。那祝贺你追星成功了。你家住哪儿啊？我今晚上不想回家。你喝多了。喝多了才敢讲真话。那你还有什么真话要跟我说吗？你老公出轨了，所以你很伤心。你每天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半夜不回家，公司的人都传开了。他不值得你为他难过。真的，他不配。你干嘛那么在乎我的事儿啊？我连做梦都会梦见你。你们永远都无法体会老七第一次亲我的那种感受，那种眩晕感。我不想因为寂寞开始一段恋情。下车吧，我给你叫了车了，马上就到了。所以我肯定他是真的爱我的。感情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。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反正我们的爱情，你们是不会懂的。你不说清楚，我们能明白吗？啊！而且在你看的是爱的东西，在他那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你不觉得你们之间的相处，他一直在引导你，控制你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仔细想想我说的什么意思？我等着你告诉我。我给你提个醒了，在两性关系中，越是难征服的女人，这个男人就越想去征服她。这感觉熟悉吗？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过？不知道那一次算不算？那好啊，陈总，等你从法国回来之后，咱们再聚吧。好呀，一切顺利啊！走了走了。罗琦，
你刚才没有敲门。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说完了吗？出去吧。今天晚上6点，马克西姆餐厅。先生，您的花没拿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我浴袍在外面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没碰我，你是个好男生。昨天你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过了。我想，你和罗琦的欢乐时光很短暂吧？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啊。你们这些俗人是不会懂我们的爱情的，这很正常。如果你们一直相处融洽，那你为什么要偷偷的躲起来，准备暗中保护罗琦？我同事可是被你狠狠的揍了一顿。他也拿喷雾教训了我，他不吃亏。我们去过 AJ 集团，询问过那里的员工，他们说，在你离职之前，你和罗琦的关系闹得很僵。那些三八嘴真碎。再讲个故事吧，为什么罗琦对你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啊？就是猜忌我呗。小心眼儿，女人不都这样吗？
你看我还有肱二头肌，你摸一下嘛。哎，可以的。你还有胸肌啊！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健身啊。我一会儿帮你做好了送过去。当时我们部门新来了一个女同事，我跟她之间真的就是工作上的交流，谁知道罗琦误会了。下班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健身呀？我今天稍微有点忙，要不改天呗？你说的啊。啊，那我先走啦。你先去吧，拜拜。还是年轻人有活力啊！这么快就找到了去健身房的好朋友了。不是你误会了，就是新同事他刚来就随便聊两句。你不是跟我说你不喜欢小女生吗？但我今天觉得你跟小女生很般配。罗琦啊，哎，罗琦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罗琦啊，手放开。以后叫我罗总。你真误会了。下班了，再见。下班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她就是那种女人，前一分钟可以让你上天堂，后一分钟就让你下地狱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恨自己，我非常自责，我怎么会把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给亲手毁掉了呢？然后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为了弥补我的错误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你喝多了吧？别喝了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在公司里面，我不敢太明显，我怕造成绯闻影响你，我更不敢去你家，我怕你老公为难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罗琦，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？你不理我，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讨厌背叛的男人。我没有。离开我吧。不要。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。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是会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为你做所有的事，所有。硬盘检测结果出来了。经过检测，我们最终在硬盘上发现了沈丽的微量血迹。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在硬盘上留下血迹呢？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张雨晨在自卫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沈丽，而沈丽呢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触了伤口，然后又接触了硬盘。手套还有硬盘都是深色的，当时又是夜晚，所以沈丽并没有留意到留下来的血迹。所以我们能确认，马场的休息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有了这份报告，沈丽就无处可逃了。哦，对了，在碎玻璃上的血迹也证实了，确实是张雨晨的。等一下，这上面为什么有罗琦的血迹？罗琦不是有不在场证明吗？有可能是伪造的。我们正在勘验现场证据，但是数据量太大，需要时间。彪哥让我向您汇报一下。好，用案发现场物证做报告，给林涛、赵副队打打气。收到。沈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通过这些检验报告，充分可以说明以下事实：第一，我们在马场的监控室的硬盘上发现了你的微量血迹，这也就说明了你销毁了拍下来你罪证的监控，换上了新的硬盘。这招确实难以察觉，你很聪明。第二，我们在沙发下发现了玻璃碎片。从这些玻璃上检测到了张雨晨还有罗琦的血迹，这就说明了张雨晨在反抗嫌疑人攻击的时候，不小心被玻璃碎片划破了手指，同时嫌疑人也被玻璃碎片划伤了皮肤。嫌疑人也很聪明，将这些玻璃碎片都给扔了，可惜还是遗漏了沙发下面的碎片。第三点，也就是罗琦所谓的不在场证明，我的同事勘验了大量检材。最终在12辆餐车内发现了证据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的餐到了，进来吧。当晚，罗琦用5000块钱收买了送餐人员，然后藏在车内逃离酒店，最终再返回命案现场。这个餐车托盘下边内侧发现了罗琦的毛发、齿纹以及皮肤碎屑。给罗琦送餐的送餐员已经承认了，他帮罗琦做了伪造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任何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罪证，无一例外。当晚你和罗琦就是在马场的休息室里，也就是第一命案现场，铁证无疑。说吧，沈丽，怎么杀的人，怎么弃的尸，怎么嫁祸给的郑浩？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现在说还不晚。那天晚上张雨晨断气以后，罗琦让我弃尸。为了摆脱我跟罗琦的嫌疑，我用不同的车辆分段弃尸来迷惑你们。我先是用罗琦的车把尸体拉到了张雨晨的家里，然后包裹好尸体。再用我租来的车把尸体抛弃到了汽修厂。我不得不说，你挺聪明的。你这招确实让我琢磨了很久，但是最后，车里的证物出卖了你。为罗琦这么做，值吗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罗琦承诺过我，杀了张雨晨以后，他就跟我一起远走高飞。可是我知道，只要郑浩在，罗琦肯定不会信守诺言。她很爱她老公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但是我没有退路了，我杀了人，我替他杀了人，所以我必须用这件事情借机除掉郑浩。我必须要让罗琦断了念想。那天晚上，我从后门扛着尸体上楼。我拿有郑浩指纹的电话线绑住了尸体的双手，然后想把尸体装到袋子里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人死了以后会变得很硬，我怎么弄也弄不进去，所以我就地取材，用塑料膜把尸体包裹起来。
本来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还是被你们给逮着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罗琦信守承诺，早早的跟我一块离开河川，我今天是不会坐在这里的。聊聊罗琦吧，说说你和罗琦是如何对张雨晨行凶的。拿张纸，还有笔，我给你写一个邮箱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都拿针孔摄像机拍下来了，你们看完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。拍下罪证，为什么？我爱罗琦，但我又不是个傻子，我当然要留下证据了。我要用这件事情，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我。这是我们2个人的地狱。我们确定了罗琦手机的定位，人在河川县西餐厅，出发。哎，通知救护人员，以防万一，希望用不上。走。那时候的我比张雨晨更美吧？罗琦，你这又何必呢？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恩爱。你就不能放过你自己，也放过我吗？我这不约你来吃散伙饭了吗？喝完这杯酒，我们一拍两散。说实话，我们从来都没有骗过对方，是有过那么几个情人，但是都会跟彼此分享，直到这个叫张雨晨的人出现，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婚姻。郑浩啊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全身都会发光，这种光是藏不住的。罗琦，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，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张雨晨？怎么说呢？我没有亲自动手吧，我找了个人帮忙，沈丽。你疯了？你以为你没疯呢？结婚前你答应我的那些，你才是个疯子。我们俩是天生一对儿啊。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。我好久都没有听你给我拉小提琴了，小提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就拉一首我最喜欢的《爱的忧伤》。罗琦，我的手已经废了，
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小提琴了。快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有问过我吗？我们曾经过去的生活已经回不去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洛奇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张雨晨吗？因为雨晨的很像我刚认识的时候的你，可是你现在变了，我也变了，我们都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。洛奇，我不爱你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在酒里放了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想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。郑浩啊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发过誓的，谁也不能离开对方。你不爱我了，但是我还爱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叫救护车！是。证据链凿时，在罗琦车子后备箱里发现了张雨晨的血迹。坐。郑浩约我们在这儿见面，他差不多10分钟之后就到吧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是跟郑浩在一起以后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不开了。也不能完全是你的错了。就算你不出现，我们2个人的婚姻也走不了多久了。自己的老公，肉体和灵魂双重出轨，是个女人都接受不了的。与其这样痛苦下去，倒还不如成全你们呢。谢谢姐姐，郑浩说了他会净身出户的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安慰，但是我们真的都很想尽力补偿给你。对，你们真是一对有良心的人啊。你别反抗了，我今天就没有打算让你从这个房间里出去。
你去处理一下伤口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可以吗？原来是罗琦把张雨晨引到了马场。从张雨晨的通话记录上来看，并没有发现罗琦的电话号码，所以有可能是罗琦用了郑浩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。张雨晨想借机向罗琦表达歉意，才会轻信罗琦同意去马场的。简单单纯，轻信他人，这是他吸引郑浩的地方，也是因此丧了命。但我不明白，像罗琦那么聪明的女人，怎么会为爱情那么失智呢？他也许不是放不下，他只是输不起。有道理。罗琦对沈丽的诱骗，害了沈丽。这种畸形的爱，就是一把害人的利器。做个无情的人，也许会更轻松一些吧。罗琦醒来之后，会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。郑浩醒来以后，托安然把相册交给张雨晨的母亲。证据链闭合，嫌疑人认罪伏法，铁案交到检察院。空姐案尘埃落定。案子虽然破了，但更重要的是安慰在案情中需要被抚慰的人。这一点安然做得比我们都好。那是，我11表姐人好。